这些电脑都接到同一个交换机上，用的还是同一批网线，就出现了两种情况：有些电脑是100兆的速率，有些电脑却是1000兆的速率。而且神奇的是，只要把这1000兆速率的网线接到其他电脑上，其他电脑仍旧是100兆的速率，唯独接回来才能恢复成1000兆的速率。可怕的是，300台电脑就有100台出现这种情况，他们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只能喊我过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因了。当时我一听还有这种事，于是就马上出发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当时我过来的时候，看了下连接速率，确实是100兆的。那时候我就怀疑是他们网线没有打好的缘故，于是我就拿寻迹仪来对下线，看看网线的8星是否都是通的。当时对线的时候，寻迹仪显示8星确实都是通的。1到8可以。那不应该只有100兆才对啊！为了排除他们电脑网卡问题，索性我就拿我电脑接上去，看看是否也是100兆的速率。我电脑接上去后，结果发现一样也是100兆的速率，那应该和他们电脑网卡无关了。我也特意看了跳线，确实也没有看出什么端倪来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开他们面板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了。面板拆开后，我看了这些面板，打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样打了，他这个打的可以啊，真的全部都压到位。模块问题吗？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只能把网线给拔了，再重新给他打一遍。尽管我重新打了一遍，但是我接上去，它仍旧是100兆的速率。第二次对线的时候，一样是8星都是亮的。当时我又这样试了多台电脑，都是一样的结果。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只能去机房检查一下原因了。我来到了机房，找到了他们的网线，我用寻迹仪对了下线，发现它确实是8星都通的啊，这就很奇怪了。8星是通的，而且这些交换机个个都是1000兆的，加上那些电脑都在同个交换机上，按理说不应该会出现100兆的情况啊。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去年遇到类似的案例，当时这家医院和这边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，也是出现一些电脑1000兆，一些电脑100兆的情况。我后面排查了半天才发现是他们的网线钳出了问题，由于他们网线钳的缘故，很多水龙头第8星没有完全压进去，导致有些网线只能是100兆。当时我就仔细看了一下水龙头，但是我也实在看不出什么问题来。为了排除这原因，我只能用我自己的网线钳给他们重新打一遍水龙头试试了。原为经过我重新打水龙头后，网络就会变成了1000兆，但是我们回去一看的时候，仍旧是100兆的速率。为什么会是100？我去我电脑上看，我再次接上我电脑，发现一样也是100兆的速率，还是100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索性就弄了一条网线从机房牵出来。只要是100兆速率的电脑，我们都会用这条线接上去，看看会不会变成1000兆。这个片段我就不剪辑了，换上去，换上去就1000兆了。来，这个也是100兆。有人吃嘛？没事。当时我们接了10多台电脑，发现只要接上这条线，它都是1000兆的。一接，这就把我整不会了。你说网线有问题吧，那按理说应该全部都有问题才对啊。你说电脑有问题吧，但是我们用新的网线接上去，个个又是1000兆的，那眼下我只能怀疑是这些面板存在问题了。为了排除这些面板的问题，我这里就给网线直接打了水龙头，看看网线跳过了这些面板能不能达到1000兆的速率。如果这边要是打水龙头还是100兆的话，真的自求多福吧。可惜的是，尽管两边都打了水龙头，电脑仍旧显示100兆的网络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只能把他们剩余的网线带回去检测了。当时我带了90多米网线回去，插上补录刻之后，这个测试的过程我就不跳过了，大伙慢慢看吧。直接就不合格，没有任何的分析。
连故障都没办法分析，已经到了没办法分析故障的地步了。水龙头是通的是吧？水龙头是通的。那意思说杂质很多了，还是各种原因都有？只能这么说，这是我没见到的。像这种的话，这种话缠绕的话，它还能显示失败的原因。你这种话直接就不合格。后面我又用它来接我电脑上，果然也是摆到了速率，看来确实网线问题了。我当时忘了拿其他网线来对比了，所以我这里回家补拍了个镜头。我这条网线有100来米，直接插到我电脑上，它仍旧是签到了速率。后面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，把这90多米的网线都拉直试一下。你一直放哦，我现在测试一下。拉直有数值了，有了。果然拉直后，福禄克就可以继续检测了。但可惜的是，他仍旧没有通过福禄克测试。我第2次测试的时候，打脸的是，福禄克又直接显示他不合格了。哦，又不合格了，连原因都分不出来了，又不合格了。就是已经在及格和不及格的临界点了。到了这里，我只能说，这网线肯定掺杂了，至少不是什么正规的无氧头。我朋友说，他已经把100多箱都用完了。现在出现这种情况，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，因为甲方明确规定，每个位置都必须是签到的网络，就算人家不用，但是必须要有的。就因为出了这事，我朋友已经准备和这网线商家打官司了。其实本期视频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，估计很多人也没那个耐心看完，索性我就把很多元素给删减了。总之，假网线真心坑了不少人。我家这网络这个太莫名其妙了。现在全部断网了吗？你可以跟录试一下。我看啊，比如说我可能是不好用，你看我先把 WiFi 打开了，刷一个啥能试的？比如我看小红书啊，转也打开了，你不能说没打开，但是你就看巨慢。我看着，确实刷不到。它也能收到，但是它就巨慢。然后你现在 WiFi 装在哪里呢？下面还不行，你看，但是它刚才就蹦出来了。看到了。你看网络不太顺畅。看到了。是吧？那你那个 WiFi 装在哪里呢？这儿。你看，就都装在这个里面了。但是它是这样的，就当时那个谁阿全给我装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叫什么，这个叫什么东西来着？叫交换机啊。对。但是好像是2楼和3楼的网是在2楼的2楼那个位置，好像是。我现在先检查一下这边的网络。行。咋检查？我有设备检查的。对，你看看。这广告，这录像机，这交换机，下面这个路由器，网络慢。打开电脑看一下网络到底哪里慢。查个口。有网络进来，测一下网速，看一下有多网。这个正常的百兆1000兆。这里路由器的网络是正常的，那就接上交换机，看下交换机的网络正不正常。接交换机上。有意思的是，接上交换机，电脑又跳出了新设备的提示。当时我还以为是交换机划分了微浪，但是后面测试才发现，网速压根就测不出来。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我看了右下角才发现，电脑已经断网了，那只能查下电脑目前的 IP 是多少了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路由器的 IP 地址是192.168.0.1，然后我就浏览器输入这段地址。看一下这是什么设备。哇，问题找到了，水星，居然记住了水星的后台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看来网络不好用，就是被这设备影响了。
所以只要找到这个设备，把它给拔了，那么网络应该就都恢复了。至于怎么找它也比较简单，我这边就拼这个地址，拼通以后我就要准备拔线了。因为交换机上面有一条线就是连接在水星路由器的，只要我拔对了网线，拼它就会超时。这里我已经拔了一条，但是拼没有超时，所以我只能把它接回去，接着拔第二条，拼还是没有超时，就这样以此类推，直到我拔掉了这一条，拼才超时。丢了，看来就是这条线另一头插着水星设备了。那么这条线又是通向哪里的呢？我操！当时我的重心全看机柜了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个路由器，这也是我最快时间找到路由器了。不过我发现路由器的线好像接错了，它万口的线没有接到交换机上，反而接到了这么个设备上。这个设备我看了下，它是用来控制中央空调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些空调也全部离线了。果然，它正常应该连上大金那个网吧，它这个对 APP 应该能够打开。你这个空调已经是失联了，你这个。对，失联了，你说对。我把它恢复吧。那咋恢复？能恢复。你这条线应该是接交换机才对。你看获取用户信息系统。对。我把这个接回交换机上。我把万口接回了交换机，任口接空调控制设备，就这样，空调和网络都正常运行了。恢复了，真的恢复了，不用调了，咋回事儿？你帮我连机之后，它就自动可以了。我给它联网，现在可以控制了吗？可以。哦，好使了。当时他们也楼上楼下检查了网络，都正常后，我就准备回去了。但是回去没有多久，他们就和我说网络不太好用，所以我只能折返回来，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三间跟那个客厅我就在这儿啊，他就有了视频。就我最近这网络总是这种的，就感觉不干不尬的，一会儿好使一会儿不好使。当时我试了下，网络确实不太好用，不过业主和我说，只要他换个地方，网络就好使了。你看，在这块就好用吧？在这里就好用，在这里就好用，那就说明。先接个电话。哎，我要马上走了。当时我大概了解了，只要在这个餐厅和那边的客厅，网络就时好时坏的，反而隔壁的厨房和楼上楼下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那想必是客厅的面板出现了问题。这里我就用电脑接上去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电脑接上去后，显示是有网络进来的。当时我也测了网速和拼，但是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那只能进入后台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不过我当时在后台并没有看到 AP 离线，我也查了路由器的运行日记，也没有看到什么异常，所以这个片段我就跳过了。我是后来才发现，客厅居然装了2个 AP， 这个 AP 背后正好是餐厅，难不成是这个 AP 有问题？这里我就用电脑接上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电脑接上去后是显示有网络的，但是拼好像不是那么正常。第一个包延时巨高，第二个包直接就丢了，但是网络还是有的。不过后面就发现拼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，它丢包的频率一直在增加，插网线还能丢这么多包，这明显不正常了。那就是这个 AP 存在问题了，我只能把它拆了，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拆开以后，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。大伙有没有注意到，这水银头蓝色和绿色的位置给打错了？这也难怪他们网络断断续续了。我这边就用压线钳给它重新打了个水银头，打完以后，从此他们网络就都恢复正常了。好了，本期到这里了。